分均伤害6265是联盟第2，伤害转化率的8.54也是排在射手位的第1，同时场均击杀将近3个也排在了第2位。他今天的话对到的是小鱼，小鱼这里的话其实他的分数一直是非常高的。小鱼这里的话，在之前整个的一个射手位的排名上一直都非常高，而且其实在之前 AG 的连胜那段时间里，他们的射辅亲近率就是大帅跟小鱼能够达到55.9%，排在整个联盟的第1。AG 这赛季明显是围绕着下半途去打的一个队伍，但是呢，在长生跟中艺回来之后，他们更多的把节奏放到了中轴上，所以他们的射辅亲近率降到了48.4%，但是野辅亲近率提高到了不少。然后这种情况下也解放出了渲染，对，渲染明显是在前期过得更舒服了。是的，那么来看一下吧，双方也准备就绪了。到底第1局比赛的 BP 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双方的第1局，蓝色方成都一昌会，红色方北京京东。基本看蓝色方第一个班位，就大概能猜到他们这把到底想玩什么。是的，按 AG 这个班位来说的话，感觉他们班出类是想玩一个盾山，斗地基应该会正常的把盾山给搬掉，然后点对点的去做一个 BP， 搬掉猫。那可能要双放了。对。盾山和大师2个点，现在就这辅助嘛。海月。对，现在最顶级的辅助就是盾山、鲁班、苏烈，然后就是什么少司元、张飞。对。大司命。终于回来以后，应该大家会对 AG 就是大司命这个英雄的重视度会提高很多。对他的英雄池有一些针对。之前这个赛季大家都在开玩笑，就是大司命看着没以前厉害，因为联盟最好的2个大司命，一个在我身边，一个刚刚回来。对，就是现在场上大司命看的感觉跟以前味儿不是特别正。那不是，我这大司命逊了。来，谦虚了，看一下盾山。这果然是搬苏烈，然后对面放盾山，那就1抢嘛。然后就常规的结地机会用太乙、香香加个3的康特位，关羽啊或者西施这种，看左边2手出的是什么，然后去打。但现在我记得太乙、香香打盾山的胜率特别不高，对，特别低。它中间出现个问题啊，就是你在中路要配什么？其实这把京东要思考一下，因为之前大家都是配西施，但出现个问题啊，就是一旦盾山的大招挡了双向伤害，西施补不上伤害。就会导致伤害不够，但是今天的西施是青蓉玩的话，好像又对游龙轻盈，知道吧 ？FAP， 对，你要不要呢？而且第1局长生的火舞对也出来了，100%胜，这陷入问题了。就是我们的大盘数据告诉大家，真香配西施不好打盾山，对，但是青蓉的西施又会让你有点想看，对。而且就中辅这一看就是非常有 combo， 对吧？西施加太乙，本来这一套组合就。其实不是很看香香，就是看太乙、西施2个人控制协调好不好。那我把人送到你脸上，你打就行了嘛，对吧？但问题来，今天看游龙轻盈能不能破掉这个阵容大盘数据给的压力？因为之前的话，那个盾山他的大招，包括一些拆火英雄，对孙二香的限制太严重了，导致大家后面中路很多时候都要配点那种伤害型的大法师。AG 这边说实话，前中期中下半途已经非常主动了，又有中路线权，然后下路也是摁着打的，然后太乙香香只能经过一些去中路换线啊，或者去对空路换线去规避一下前期的对抗，然后去跟着也去刷钱，然后就是那个并线这种方式把自己的经济先滚起来嘛，不然压力太大了。对 ，AG 后续的班位都在搬一些开团进场的英雄啊。对。因为盾山他虽然就是能挡对面的伤害，但他拆火能力不是特别强。是的，是的。夏侯惇，夏侯惇其实这把2边都挺好用的，都能够去解对方的第1波控制。夏侯惇其实现在在搬掉就是原坦还有大司命这些，已经算是一个打野的制高点了，就是正面很厉害，制高点。对，右边已经有3连控了，夏侯惇、西施、太乙，对左边前排威胁是特别大的。就这个大招是不能随便放的。对，左边这个阵容。就是你打3线，就 AG 他不是喜欢打3线嘛，就很容易被右边抓机会。但是现在我估计今天应该不会上来就打的那么嚣张，3线还是先放一放，收一收，收一收。对，如果真的是2线碰2线的话，我觉得两边真的就是各凭手法了，对吧？是的。而且这把 AG 出配金壶的话，达摩有可能是做一个肉装。对，达摩肯定是全肉，然后基本是占一个视野，然后开团的作用。对。这把老虎还挺好发挥的，我感觉，因为右边只要其实掉了盾山嘛，然后盾山只要把那个大招立出来，老虎其实在侧面打夏洛特啊，还有侧面切入的情况下都特别厉害。对，其实这个时候我比较好奇的就是，正常来讲，先手权应该是在京东这边的。但是当然，盾山火舞也很能先手嘛。对。但是理想，如果我们按照正常我们之前看比赛那个画面，就是青蓉这边的西施啪先手，但他只要一勾中之后，你就会看到盾山的大招。渲染的达摩，还有长城的火舞，啪啪全进去了。
就去不知道到底谁开谁。对，干扰小韩这个12项的输出，所以到时候团战的画面是什么样，其实还不好去想象。只能说这个阵容看起来就是在我看来就是 AG 前4级，首先它布局上就是非常的好布，因为它1级双扫视野，然后再加上那个就是盾灵的那个对线强势，然后非常去好规划前期的开局啊，还有就是双边资源点。就老虎和火舞把双扫视野一站，你抢出剑的话，明显就是 AG 这边能够先动。然后右边我觉得京东的阵容啊，他只需要稍微拿1点优势就很厉害。而且京东我们知道他就是经济领先1000，他的团战胜率10分钟，对吧？非常高。这么专业吗？你上哪里知道的？对，就是他确实是这样的啊，因为这个阵容其实我们都知道，他是个优势滚起来特别厉害的阵容，很容易说像滚死人。京东现在确实是像胖王刚才说的一样。不会老解说啊，真的，就是京东现在在10分钟领先超过1000经济的情况下，大家都知道他的胜率是100%，这个数字是很夸张，很夸张。26场，然后 AG 的话呢，他的顺风胜率其实也很高，他的顺风胜率能够达到91%，但是他有一个问题所在，就是其实我们到常规赛的第3轮开始，到季后赛慢慢开始，大家的这个逆风翻盘率稍微上来一些，但是 AG 还是没上来。AG 在逆风的1000加以上的局啊，他是23局赢了1局，胜率是4%，排在整个的第16位，这个数字有点低。换句话来讲的话，不能打逆风局。而且明显这赛季 AG 他们的打架频率是上升不少的。这就意味着其实10分钟前如果没打好的话，你会打个2、3波架，可能落后个2到3千就没了。其实他们在长生终于回来之后是想要加强前期对抗的，我感觉啊，但是目前看起来的话，其实他们2个的前期评分，可能我真的觉得是磨合期还没有找回比赛感觉，他们的前期评分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高，就是现在整个 AG 的前期做的不能算是完美的，我觉得还是要相对更稳一点。今天打的就从第一把看一下双方的状态吧，因为 AG 这把就是打前期快攻嘛。来吧，双方的第1局比赛，蓝色方成都 AG 商会，红色方北京京东进入比赛。这把我觉得京东但凡稍微拿点优势，其实 AG 也很难受，因为他这个阵容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前排。双边草，双方在躲，太乙去帮洛特边开顺面抗红，然后3个人提速吃中线。就西施和太乙各占一片野区，怕老虎这边直接进来反。开卡中线，经济直接1级开始就3个人最大化嘛，然后西施去发育路扛压。第一个兵吃到了。在射副组合，其实前中期很难卡到法师的线，因为那个发育的线短，而且法师的那个手会很长，手偏长，对，所以说直接让西施得约了，西施死了，我觉得速度来的非常快，背一手踢起来，拉一下没拉到，一血到手。AG 今天上来状态给的非常快，这就是盾灵组合。加一个前中期有中轴法师对就是下路的压制力吧，我觉得。这赛季 AG 这种抢中线去越发育路的次数非常多，感觉现在右边有一点小炸，因为发育路是整整2波线基本都没有吃到的。小炸，因为其实炸的是西施，那就感觉还好。对，就还好，不是香香2波线。对，因为香香2波线那就不是小炸了。对，反正其实都不吃钱。对。但京东现在还是得稳住，但这波应该不会再来，他已经往这边靠了。是吃完下，然后再去吃波中，老虎这样发育会特别舒服。没错，再卡一下，一起吃。主要这个河道视野的话，京东太难站了，要等夏侯4级。AG 这边前中期的这个并线啊，还有节奏，现在从2分钟打到现在，看着是非常好的。火舞。再卡青玉的线，尝试上来，存在感非常强啊。主要这样不露视野的话，其实京东的双边会非常难受，会有点压力。对，这波香香是吃爽了，但是上路的资源和那个前排兵应该是掉了，没有卡。他们现在反正只要香香这边不落下，怎么都好说。对，现在右边前期对抗肯定是打不了左边，对，就3个人并线先发育一下。这样可能4分钟的暴君京东都得考虑稍微要放掉。如果 AG 先把河道视野站住的话，这个团京东是非常难接的。现在夏侯惇4级出野区了，现在河道太乙接夏侯惇，现在河道还有很主动的。他们这个对抗确实强。
香香现在发育的很舒服哦，没人管他，主要能吃到2线。对，他一直在转2线，没有人去干扰他的发育。就 AG 可能得抱一波4人去卡真香转线的河道的位置。对，这波可能回去要被卡了。先卡着兵不让你吃，哎，抢到了一个1技能。这个兵卡不卡？怕被太乙卡视野接西施，这波不能掉状态。还是正常的发育吃线，再去中路吃一波发育，等4分钟的 AG 也不着急。这波是把线换回来，因为前面那波想吃下路线被卡住了，就是这波中线有点慢，应该直接给夏侯吃了。那其实这么刷，我感觉 AG 暂时也能接受，他也能接受，不着急，因为中艺经济真的很高。对，而且 AG 这个阵容。他前期也不太需要起就是特别大的节奏，对，需要有一点小优势，然后等盾灵开始挂红或者老虎卡夏侯的速率去推边塔就行了。而且中艺这把的出装很暴力哦，直接鞋子做完直接按一战斧。哎，霸体顶一下，回头奇星光芒剑小拉一下调了位置，反而是打回去了，还逼出了长生火舞的闪。血软主要留了个大招，京东这边也不太敢继续追，但看一下第一条暴君。老虎想蹲一波，等一下蹲了，扑上去咬了一口，前锋这边直接交闪拉走，另一边夏洛特进场，这边在打龙，但那边打的也是非常的热火朝天。前面没中，对抗路打了一波2v2，中艺想卡庆荣回中的一个位置。33-11吗？哇！我的天哪！主要应该觉得能拖到后期。主要这2天的翻盘局太多了，这个应该是3个因素。第一是 ID 因素，最近京东热火朝天；第二点是游龙轻盈等等啊，动手，但这一下送过去没能够背到孙尚香，效果一般，角度差了一点，没上墙。对，但其实这波最重要的目的是拿下塔，下塔推掉了，其实左边节奏就已经起了。就是这个是属于本来要做的事情，前头属于赠品。对，就能看出来今天 AG 前5分钟他对于下半图的重视还是非常高的。前面一波越塔，这一波直接虽然说暴君没拿到，但是越塔把1塔给拆掉了。能看出来，其实4分钟那波京东已经打转了，就是青荣一波反蹲嘛，然后加上青鱼2个人把前期的劣势稍微打回来一点，但中艺的一波蹲伏又把西施的闪现和状态都打掉。对，中路对这波就直接反压下塔了，就相当于帮队友拿了一个下塔。但是不能大意啊，因为最近季后赛的比赛很奇怪，就我们常规赛看到都是优势方滚死，基本翻不了盘。但季后赛开始，翻盘局变得特别多。你看 AG 这个站位，第一把就开始3线了，已经。是的，比较奔放啊。就看到达摩漏视野了，青羽这边直接凶，后面有西施。就我们这几天看到特别多那种优势局，一波失误，然后进攻压力大的阵容，就整局比赛就没了。而且在10分钟后领先被翻盘的局还不少。AG 这把阵容看起来是没有什么进攻压力，现在我感觉等孙尚香这个红翼消失，现在 AG 抱着2线去进一波野区，右边现在是有点顶不住的。那我们就看看这波野区怎么说。抱2线了 AG 这波，因为毕竟 AG 中路是个火舞，就逼你人过来协防。有盾山其实很难突破，盾山现在只要钻进塔里，对吧？又能推兵线，又能卡兵线，还能立盾，人塔合一。对，红不进。这种就是知道红去，要么去运线，然后觉得要么红区不好进的时候，那我就再去运波线，等下一波创造一波就是线优的时候5打4的机会，5打5我觉得没有十足的把握，那我就不打。是的，主要现在 AG 的双边线基本上随便带的，京东目前只能去抱中路打。但中艺的这个经济有点压不住，但是其实香香的经济也还不错。是的，他这个装备的话，10分钟应该是能稳3件套的，可以的。现在7分钟还没到就已经2件套了，两边差一根导火索碰那么一波啊！现在就是两边谁都不想主动开团，这阵容就是都觉得有风险。说实话，这阵容谁开谁炸，除非就那个盾山直接背到双 C， 对吧？背到西施或者香香那能打。是的，我们前面都说了，就是谁开都没有把握，说我开了一定能打赢。对，右边主动开盾山反手力大就没输出了。是的，就是这种情况。反手踢一下，你看孙尚香整波团里，他现在是没办法点，可能得交闪。哦，再跟上去，这一拳锤回来，角度拍5个，这一波夏侯惇拍起了5个人，哇，恐怖如斯。第一波是青荣的新手开团，大帅直接交大招，立马火舞跟进场，逼出了无畏的大招，交完闪也直接被留住了，但是后续无双的这一拍了5个。哎，再来踢一下，但这一拉没拉中，中卫在旁边跟啃2口金光门剑不够，这个老虎经济非常高，再背一下卡墙，给扇子踢起来，再跟2连击破。哇，又来了一波！这个老虎要起飞，这波会拉开两边打野的经济了。
前中期老虎加火舞对于边线上的绝对压制吧。是的，对，只要这阵容老虎金一肥，说实话真的是随便就是跑图还有抽右边的状态吧。就 AG 转到边路的速度肯定是比京东要快很多的。对，好，我们一般用4个字形容这种竞技的老虎：恐怖如此，祥瑞亨通。太有钱了。第4件直接火甲，容错率拉一拉。这波红也被 AG 反到了，感觉还是那个问题，就是京东这里开完之后，第一波伤害灌不进去。你看这里，哇，只要盾山这个大招立出来，那个京东就已经没有输出了。是的，就这波虽然是 AG 的2个人在带上路线，但是他们赶来速度很快的。等一下，这个不是回青龙没闪的，镜头一回来，打得好凶啊 AG。对，进攻打得非常主动。对。其实中艺在休息了一段时间，回到赛场之后，有一种这个放松了一下、解放压力的感觉，打法变得确实比之前感觉更凶一些。对，之前整个 AG 还是纪律性特别强的那种慢慢打的状态，现在他有时候会多一些我觉得更强烈的个人色彩，但我觉得这样打得更好看。特别是他一件坏事。内霸完进的时候，我记得就是2片野区都没刷，直接在对方野区去蹲人，还蹲到了。那现在压力就有点给到 JDG 了。京东这边。这个阵容是有翻盘点，但是我看下来就前9分钟的处理啊，就 AG 这边也没有给什么机会，而且开团也很果断。我觉得就是京东这一把应该是找不到 AG 的机会吧，我觉得。等等10分钟吧，看看这一波。就虽然说现在小韩有3件套，但10分钟这个龙团它的环境不会太好。对，就京东现在有个什么概念？他现在是有点开也不是，这反手又不太好打。就他一旦新手 AG 这边很多拆火点立马就出来了。京东现在，不太好先手反正就是那个就秒不了，像前面中路那波一样。对，除非能把盾山给秒掉，盾大招立不出来才行。达摩已经在卡位置，对，准备找一个夹击的位置，等一波看看吧。对，火舞达摩都在夹击，右场慢慢挤。不过团战看这个站位没有准备随便给掉。盾山继续调位置，盾离先抽状态，压过来，这下打在无畏的太真人身上，状态被耗得很难受，龙坑的位置被挤出来了，达摩溜进来了，角度怎么样？侧面老虎往过走，没拉到，再护过一波中线，青羽的位置也被找出来，再背一下，等会儿啊，但是这个位置技能交的有点多啊，大帅没大了，锁上去，盾山没大了，京东会给机会吗？拉一下拽回来，闪现调的位置，旁边无畏跟上来再控一手，但 AG 拉扯开了，还得继续拉扯。我打了双闪，其实 JDG 有点想趁着盾山没大搞一搞，但是现在好像又不太好动手。这波京东的位置非常好，要拼城，血狼压下来，渲染进场开了一波，但第一时间自己可能要被激活，这边是放人拿龙，但旁边的老虎锋芒毕露啃完之后，旁边青羽进场，一个人打3个，再把盾山打掉，跟进去再打一个激光芒剑，旁边长生压的位置，扇子再跟一脚，再跟一扇子，这波是分成了2个战场，都在切对方的后排，但龙最终是被 AG 给拿到了。哇，这一波打完，京东有点小崩了。是的，对，其实我觉得刚刚京东已经把就是在落后4线的情况下，前置的伤害还有就技能的交互上已经非常好了，因为已经把盾灵的双闪给逼出来了。其实这个地方是左边一个后续的第2波了，是拆到了后排。对，但是问题来了，就是当所有人处理达摩的时候，正面夏侯顶不住了。夏侯惇现在在老虎面前就是脆的跟一张纸一样，经济差太多。对。这就是前期左边就是长生和大帅前中期搞出来事情了，然后让中艺非常舒服的发育。主要是前面中路那一波，就让中艺建立了前期的一个优势。就哪怕现在看到小韩他的经济也有1万，但就是只能靠他现在有力使不出的感觉。关键我觉得这个硬伤，就是前面那波其实在盾山没大的情况下都打成这样。主要拆火点京东现在不够。上高地只需要盾灵合体，然后再立个大准备，就慢慢打。险压状态没着急，拍了个大招出去，而且能往后躲掉，拉开了稀释1技能的范围。直接选择拿主宰。AG 这阵容强越的话会有风险，我觉得 AG 应该会拿掉这条龙以后慢慢推，对，打一个3线去分推，盾灵去一边，然后老虎火舞去一边。
一波就能磨掉一个高地，然后在打开一个缺口以后，往侧面一卡，然后就准备越了。在不被开一边的情况下，对，但如果分开打的话，要注意不要被开。哦一下拉罗盾盾山拽过来，但第一时间伤害跟不上，大波进场2个复活给到了，站起来能再杀一遍吗？魏没能够顶住，被长生完成收割。大帅的这个距离控制把握的真好，他就是故意骗京东去开他，只要你开我，我交大和兵甲，然后再2技能往后，让我的队友去帮我拆火。他知道现在京东的伤害量是不够的，对，玩得很油啊。对，这波只要京东打他，他队友就很舒服。再放个大，再来提上去，上下再给一扇子。哎，长生啊，那双枪一倒，长生啊，有机会打持续掉点。这就是第一把100%胜率是的，这个龙还在，位置压住了，关键这个时候没有孙尚香，正面伤害不够，只有青羽一个人伤害是在线的。右边没有能清线的人，谁能动这个老火？火舞进来再打一套，配合小鱼打出一个锋芒毕露，后面还有2条龙跟在后面。孙尚香还有20秒的时间，不过青羽应该顶不住，很难救时2连击破。无畏这个位置好出来，但不好回去，再控一手复活硬拖时间。那站起来之后再被4人激活，兵线直接到位。第一局比赛14分钟，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王会。节奏很紧凑，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比赛他看不透。就是其实 AG 的状态是有起伏的，我们得说，在整个第3轮的期间，包括京东的状态。